2024年11月 ，AI 界迎来特别时刻。当 Anthropic 公司推出名为 MCP 的开放协议，一场连接智能与万物的革命就此展开。MCP 是什么？它是一种突破性的新科技吗？它和 AI Agent 的关系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又是怎样？故事要从这个对话框说起，它叫 Cloud，是由前 OpenAI 核心研究团队打造的智能大脑。创始人阿莫迪兄妹曾经参与缔造 GPT-3的神话，却因为 AI 该向何处去的理念之争，在2021年另立门户，创立了 Anthropic。这家特立独行的公司选择成为特拉华州公益企业，80亿亚马逊注资、20亿谷歌加持的背后，是兰德公司和对齐研究中心等顶尖智库组成的 AI 监管团队。而 MCP 协议就像是一张想要一统江湖的协议书。假想一下，你的 ChatGPT 想调用谷歌云的数据，却因为协议不同而卡壳。或者安卓、苹果手机传输文件各种不方便，需要各种绕道。现在 MCP 要做 AI 世界的 USB， 无论是阿里云还是微软云 ，GPT-5 还是 Cloud 3，从此以后共享同一种语言。MCP 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的缩写，意思是模型上下文协议。Anthropic 公司推出的 MCP 这种开放标准，就想要统一大语言模型和外部数据以及工具之间的通信协议。关于协议，在互联网时代非常知名的一些协议，比如说 HTTP、FTP，我们现在依然在使用这些协议标准。有人说 MCP 就像是大语言模型 Agent 领域的 USB 接口。你和我的电脑品牌和型号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使用同一个 USB 来存储和交换信息。同样的，未来可能的场景是，你和我有不同的数据源，存在不同的云端上，使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大语言模型，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相同的协议通信。通俗地说，这类协议就会成为 AI 应用连接万物的接口。可以想象，未来的某一天早晨，你的 AI 助理同时调度着亚马逊物流、特斯拉汽车和微软日程表。这些过去割裂的数字孤岛，通过某一种共同的协议，构建成统一的智能世界。MCP 的概念其实比较简单，并不算特别的科技创新。它可以用一张图来解释。左边是现在很多 AI Agent 的实现方法。他们通过 LLM 大语言模型去调用不同的工具，因为大语言模型各自有不同的定制化的接口，工具也有不同的调用方式，它们之间两都需要一个连接，总体来看就会布满了连线。比如说，在这张图中是有3个大语言模型和4个工具的组合，竟然需要3×4 12种定制连接。这种蜘蛛网式的架构不仅开发成本高昂，更成为规模化落地的瓶颈。如果有一个通用的协议会怎样呢？在模型和工具之间建立协议转换层。现在每个模型只需要适配一次 MCP 协议，每个工具也只需要提供标准的 MCP 接口。原本12条定制连线缩减为3+4等于7条标准化的通道。就在上个月3月27日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发推文表态支持 MCP。他说：“人们喜欢 MCP，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产品当中添加支持。今天可以在代理 SDK 当中使用，并且即将推出对 ChatGPT 桌面应用程序加上响应 API 的支持。”就连 OpenAI CEO 都亲自为竞争对手的协议站台，这立马让 AI 圈沸腾了，把 MCP 送上了热搜。为何死敌变盟友？答案可能藏在标准霸权的 PK 中。当 Cursor、Windsurf 等顶级代码编辑器集体倒戈支持 MCP，OpenAI 公司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固守自己的 GPT 封闭花园，还是去拥抱 MCP 新大陆？有一种说法是，一流的企业卖标准，
2流的企业卖品牌，3流的企业卖产品。如果 MCP 成功推广落地，那 Anthropic 公司就会从大语言模型的创造者晋升为 AI 世界的交通部，所有的智能体进出数据高速公路都得遵循它的红绿灯规则。另外，用户社区用力也在增长当中。GitHub 上面陆续有很多人开源了自己的 MCP server， 甚至像 Client 这样的 AI 编程插件，还推出了 MCP Marketplace 之类的像 App Store 这样的第三方商店。诸多的开发者也推出了 MCP 的目录导航站，一个 MCP 的外部分发生态正在形成当中。其中 Smithery 这个网站通过 MCP 服务器拓展了 AI 智能体的3849个功能，特色功能有序列思考，也就是我们上期视频当中讲过的会自行反思的智能体，还有桌面命令，能够执行终端命令行，管理文件、写代码、写脚本和任务自动化。GitHub 是代码仓库管理的功能，还有 ThinkTool Server 是可以通过结构化思维增强 AI 的推理能力，特别适用于解决复杂问题，从而提供更准确可靠的响应。它下面还有按照功能排列的，比如说有网络搜索的，有记忆管理的、知识图谱类的，还有浏览器自动化、AI 笔记管理、代码命令执行平台，还有天气和位置的数据。Gmail 合成，有谷歌和苹果的很多产品的工具合成。此外，我在网上还看到2个特别的视频，一个是智能体通过提示词创作音乐，它可以合成 Ableton 这个德国音乐软件公司的产品来创作音乐。另外一个例子是把智能体连接了 Blender， 也就是通过文本来 3D 建模。这些 AI 应用，无论是用 AI 自动发邮件、写文本、制作音乐，还是 3D 建模，在其他各种 AI 平台也看到过。差别是，它这次用一个协议想要去接通所有的这些工具，去整合这些工具。智能体的通信协议对于 AI agent 的世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 MCP 是否能成为最后被选择的那个，我们目前并不知道。可以知道的是，未来多种不同的协议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间歇性的出现。比如 ANP Agent Network Protocol 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是由杭州比特智源的 CEO 常高伟所创。报道当中说，作为智能体通信的开放框架 ，ANP 致力于实现去中心化的身份认证，帮助智能体之间进行高效的协作。它已经存在1年，甚至被认为是开源项目当中的佼佼者。MCP 是以模型为核心，整个网络都是它的上下文和工具。ANP 是以智能体为核心，每个智能体都具有同等的地位，组成一个去中心化的智能体协作网络。我尝试收集关于 ANP 的信息来完善这一期视频，但是真的非常少，而且大多数是 CEO 本人的文章和代码库。它的实际落地案例比较少，推广也非常有限。如果 ANP 是值得尝试的方法的话，我期待它会有更多关于应用案例的介绍，让大家用起来，并且有新闻足够的曝光度，这样我就可以有足够的资源和信息，可以再出一期新视频了。最后，无论是 MCP 还是 ANP， 或者是其他的协议也好，这个领域目前还并不那么确定。而未来行业是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它会包容和接纳所有的大语言模型和工具，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释放 AI 的生产力。你觉得未来的智能体通用协议会是怎样的？哪家公司会带来今年最大的惊喜？欢迎留言告诉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